冯德莱疯了呀，放着中国的物美价廉不要，非要去印度找平替。那就在前2天啊，他顶着这个新德里的雾霾啊，去看了一场魔幻的阅兵啊，还要跟这个莫迪签什么万约之母。结果一看协议内容，我直接笑出了声啊。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出2026年开年最荒诞的国际大戏。那就在1月20号啊，这特朗普啊还在那边磨刀霍霍呢，欧盟这边啊突然发了个大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这名字吧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说白了就这4个字儿，针对中国。这冯德莱恩呀也不知道是为啥哦，他对中国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啊。你说中国招他惹他了？咱们卖的这个欧洲的光伏板那是既便宜又好用，那是帮他们搞环保啊！咱们的华为、中兴 5G 设备那是技术顶尖啊，价格公道。结果呢，这个草案一出，直接把华为、中兴啊划成高风险供应商。不仅是这个通信设备啊，连这个光伏逆变器啊这种跟国家安全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啊，一共18个领域全要清退。哎呦喂，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也是一脸无语啊！这不就是典型的吃饱了骂厨子吗？你看看这个欧洲现在是什么处境啊？美国逼着他买这个高价天然气，逼着他交保护费啊！他本来就只有半条命了，要是再把中国这个物美价廉的供应链给断了，他那个通胀得飞到哪儿去啊？这欧盟现在呢是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啊！他以为中国离他不行。现在是买方市场咱们的光伏，咱们的5G全世界都是抢着要，你欧盟不用，行，回头可别求着买啊！更多的是这个草案能不能在这个欧盟内部通过还两说呢。这德国人又不傻呀，德国车企还指着中国市场吃饭呢。但是这个冯大妈她不管她就是要做姿态就是要在这个美国面前表忠心。你看我虽然被你打了，但是我还是在帮你咬中国呢。真是既可恨又可悲。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走投无路，走火入魔。那你要说了，这个冯德莱恩把这个中国得罪了，美国又不待见他，他图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自己那是死胡同？嘿，人家觉得自己聪明着呢，人家觉得自己找到了新大陆，就是那个神奇的印度。为了显示自己还在努力工作，还没有彻底躺平，这冯德莱恩呢放出话来说要跟印度签署那个传说中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还在达沃斯论坛上吹牛，说这是万约之母。哎呦喂，我这牙都要笑掉了还万约之母，我看是忽悠之母吧。1月22号法国那个费加罗报就发文章了标题特耸动，说什么处于历史性贸易协定的门槛上。意思就是说这欧盟呢想把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中国把这个产业链都搬过去，弄个超级大市场，这样呢既不用受中国的气，也能顶住美国的压力。这个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响但这个事儿靠谱吗？冯德莱恩不管那个1月24号人家乐颠颠的就飞到新德里去了，一下飞机呢就发推特，哎呀，我今天能来到印度真是太高兴了。那个语气跟刚谈恋爱的小姑娘似的。他去干嘛呢？说是去签协议，其实主要是去给印度捧场。因为1月26号是印度的共和国日。那说到这个印度的共和国日我就来劲儿了。这哪是国庆阅兵这就好比咱们天桥底下那个杂技团开业大酬宾。这冯德莱恩这次去那是作为主宾。你知道这个主宾的位子有多尴尬吗？印度这个国家特别好面子每年都要请个大国领导人去撑场面。那前几年呢请过这个奥巴马，2015年那会儿吧，奥巴马坐在这个观礼台上，那是多次笑场大概心里在想，这个摩托车上怎么能挂那么多人呢？那后来呢又请了这个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是一脸蒙圈。去年本来呢那个印度想玩个大的，请拜登一开始老糊涂答应了，后来这个估计幕僚提醒他，总统那是印度咱别去了，容易丢人。结果拜登呢直接放了鸽子，说忘了。
那后来印度啊又想请这个刚登基的英国国王查理三世，人家查理三世多绅士啊，回了封信，祝贺祝福，但人就不来了，谢谢啊。最逗的是啊，这印度去年啊还想请特朗普，结果特朗普啊那是真性情啊，理都没有理莫迪啊。这印度没办法了呀，退而求其次啊，请这个副总统万斯。毕竟这个万斯媳妇儿是印度裔嘛，结果万斯也不来，最后没有办法呀，找了个印尼总统那个老好人来救场，才没有让主宾席空着。所以你看啊，今年这个冯德莱恩能去啊，对莫迪来说吧，那就是久旱逢甘霖啊。虽然这个欧盟现在不咋地，但是好歹也是个官啊。于是乎，1月26号，一场好戏在这个新德里上演了。那天那个雾霾啊，肯定是少不了的。冯德莱恩和那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那是给足了面子啊。最绝的是啊，冯德莱恩啊还特意穿了一件东方式服装，那具体啥样咱没细看。反正肯定是为了讨好这个莫迪老仙儿。俩人呢还得坐着那个英式礼仪马车入场。我就在想，这冯大妈坐在那个马车上，看着周围雾蒙蒙的天，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咖喱味和牛粪味，这心里到底是个啥滋味啊？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像当年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可惜哦，大英帝国早亡了，现在是三哥的主场啊。朋友们，印度的阅兵啊，那是从来不讲究什么整齐划一的，什么步伐铿锵，人家讲究的是花活。首先登场的那是咱们的老朋友摩托车方队，这个不是咱们交警骑的那种啊，这是叠罗汉啊，一辆摩托车上面能挂10几个人啊，有的站着，有的倒立，有的还在上面喝茶看报纸，这哪是展示军力啊，这分明是展示印度的运力不足。我就纳闷了，这对打仗有啥用呢？难道两军对垒，印军骑着摩托车冲上去，给敌人表演个空中飞人，把敌人给笑死啊？冯德莱恩啊，坐在这个主席台上啊，那个表情我看也是精彩。估计他这一辈子啊，也没有见过这么违背物理学定律的操作。他可能想问啊，莫迪总理，这车也是符合欧盟排放标准吗？那除了这个摩托车，今年还有新花样呢，动物方队，你没听错啊，双峰骆驼、矮马、老鹰，还有军犬。哎呦喂，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哦。这骆驼背上呢架着机枪，矮马呢拖着迫击炮，这一枚吹牛说，这是响应莫迪自力更生的号召，因为这些动物呢都是印度国产的。废话，骆驼还能进口零件组装呢。我就在想，这要是真打起仗来，这炮声一响，那个骆驼它要是受惊了，拖着这个机枪往回跑，那不就把自己人给突突了吗？冯德莱恩呀，看这些动物啊，是不是有一种走进这个新德里野生动物园的错觉？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些呢都是开胃菜，真正的硬菜是天上的飞机。这次阅兵啊，印度那可是下了血本啊，要展示啊他们在印巴边境那个所谓的胜利荣耀。他们搞了个战机编队，有这个法国的阵风，有俄罗斯的苏30，还有那个老掉牙的米格29，甚至还有美洲虎。这个编队呢叫展示诛杀行动。啥叫诛杀行动啊？就是几年前印度派飞机呢去这个巴基斯坦扔炸弹那次，印度吹牛说啊击落了巴基斯坦的 F-16，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一次空战啊，实际上呢是印度的米格21啊被人家巴基斯坦给打下来了，飞行员阿比南旦都被俘虏了，还在人家那喝了杯茶，留下了茶很棒的名言。结果到这个印度嘴里啊，丧事喜办啊，输了也是赢，这就叫精神胜利法。当那些阵风战机呼啸而过的时候啊，莫迪老线肯定是指着天跟那个冯德莱恩吹呢，你看，这就是你们法国卖给我的飞机，厉害吧？我们用它那是大杀四方啊！冯德莱恩能说啥呢？他敢问总理先生，既然这么厉害，那特朗普说的0-8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问哦，他只能尴尬的鼓掌，心里面得盘算着这个飞机尾气会不会超标啊？最吓人的是啊，据说以前阅兵吧，坦克的炮口啊，有时候会转向阅兵台致敬，不知道这次转没转。
要是转了，冯大妈估计还得吓出一身冷汗。这哪是阅兵啊，这就是一场大型的魔幻主义的露天舞台剧。那主角呢是自信爆棚的莫迪，配角呢是强颜欢笑的冯德莱恩，群演呢是那些叠罗汉的士兵和一脸无辜的骆驼。热闹看完了，咱们得聊点正经的。这个冯德莱恩呢忍受了雾霾，看完了杂耍，到底换来了什么？1月27号，他要代表欧盟呢跟印度签那个所谓的自贸协议了。这欧盟那个新上任的外长卡拉斯，这嘴比鸭子还硬啊！他说期待印度产品呢在欧盟大放异彩。我就想问问这位卡拉斯大姐，这印度能有啥产品在欧洲大放异彩啊？难道是恒河水？咱们拿数据说话去年印欧贸易额是多少？才1300多亿美元，而且这个印度呢还是顺差，赚了欧洲150亿。那再看这个中欧贸易额那是接近8000亿美元啊！这就是个小舢板和航空母舰的区别啊！你指望这个小舢板能顶替航空母舰？鬼都不信但是冯德莱恩不管他就要签，为啥呢？因为政治需要。可是咱们掀开这个协议的盖头看看这里面到底是啥货色？其实吧，这个协议呢它就是个空壳子，就是个烂尾楼预售证，这目的达成那点内容简直是寒酸的可怜。印度答应把这个欧洲汽车关税从110%降到40%，还有这个葡萄酒的关税降点，这就完了。这就好比你去买房，开发商说房顶没有，墙没有，但是我送你一个精美的门把手。你看这欧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印度的大市场是把这个机床、化工、高端制造卖进去。但是印度想要的是什么呢？印度那是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印度想要的是钢铁关税豁免、碳税减免，还有这个农产品、牛奶零关税进入欧洲。这些欧盟一个都没答应。为啥不答应呢？因为欧洲那帮农民惹不起啊！你看这个法国农民动不动就开这个拖拉机进这个巴黎撒粪。要是这个印度的廉价牛奶、廉价粮食进来了，法国农民能把这个爱丽舍宫给埋了。更要命的是这欧盟呢还加了个政治条款，印度不得支持俄罗斯，不得买俄罗斯石油。嘿，这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呀。莫迪老乡能答应？俄罗斯那可是印度的大爹呀！这印度的武器呢全是俄罗斯的，石油呢也是俄罗斯打折卖的，让印度跟俄罗斯翻脸，除非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呢这个协议吧根本落实不了。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印度的营商环境这各位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咱也是说过好多次了呀。欧盟想去这个印度投资，想去建厂，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冯德莱恩这帮人吧，就是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呢，印度是下一个中国，只要把这个钱投进去，就能长出金元宝。殊不知印度呢，那是个黑洞钱投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那咱们再看看欧盟跟这个南美签那个协议前两天刚签的。船头就被欧洲议会给卡住了，还要司法审查。巴西总统卢卡是气得直骂街这个跟印度的协议呢，命运呢是一样的。签的时候呢是热热闹闹的，回去以后就是废纸一张。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账这就是一场政治秀。冯德莱恩呢演给特朗普看，我有备胎；莫迪呢演给中国看，我有靠山。两个人是各怀鬼胎同床异梦。这个日子能过好才怪呢。英国的金融时报都看穿了说这哪是自贸协议这就是一份政治宣言。欧盟现在的困境全是自己作的。明明旁边呢就有一个现成的、靠谱的、讲信誉的合作伙伴中国。你要市场呢，中国有14亿人的消费能力你要这个供应链，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你要这个绿色能源，中国的光伏风电世界第一这本来呢是天作之合。只要这个欧盟腰杆子硬一点，不听美国瞎指挥，中欧联手那个日子过得多滋润可是他们偏不非要跟着这个美国屁股后面跑被美国卖了还得帮着数钱。那现在被这个特朗普给踹了，不仅不回头反而是一条道走到黑，
去找那个不靠谱的印度。冯德兰这种政客吧，手里面其实早就没筹码了，他们呢就像是那个没落的贵族，家里面都要揭不开锅了，出门呢还得穿上最后一件燕尾服啊，假装自己还很体面。结果呢，沦落到要跟印度抱团取暖。明天这个饥不择食的欧盟就要跟自信爆棚的印度领证了，这场婚礼注定是个笑话。好啦，今天这出大戏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